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第一条是，新日本制铁副董事长森义与美国钢铁员工会面，阐述了收购事项，获得了积极反响。下面这条，为了补充受疫情影响的现金储备，欧足联制定了2步财务计划。第一步，于2024年在欧洲经济体德国举办欧洲杯，预计将获得约25亿欧元的收入。接下来，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将投票反对确认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·马斯克的560亿美元薪酬方案，该方案将于下周进行股东投票。下面这条，英伟达进行10:1股票拆分，使股票价格从每股1100美元降至约110美元。股票拆分通常会提振股价，在拆分后1年内，拆分股票的回报率平均为 25.4%。而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涨幅为 11.9%。接下来这条，随着经济复苏，科技公司为消费者提供的低价服务结束了。流媒体平台正在增加广告套餐，以提高盈利能力。尽管行业面临挑战，但分析师对短期内持谨慎乐观态度，并对长期颠覆性创新感到兴奋。下面这条，网飞依靠硅谷科技优势，通过根据用户观看习惯定制视频摘要和预告片，迎合用户口味，保持领先地位。让我们关注，洋基体育场停止接受现金，改为使用现金转换终端，并收取高达 3.50 美元的费用。对此，反现金政策日益盛行，包括驾照、罚款等场景，而现金支付仍然是第3大流行支付方式。但目前联邦法律并不强制商家接受现金，只有少数州和城市禁止无现金零售。下一条，沃尔玛反对在门店安装恐慌按钮，认为会触发误报。沃尔玛将聘请首席安全官来负责员工物理安全，并认为在所有门店安装恐慌按钮不切实际。下一条，合同工难存退休金，即使收入微薄，可通过个人退休账户等方式实现税收优惠储蓄，如 IRA。 接下来这条，沙特阿拉伯在对阿美石油公司价值112亿美元的股票2次发行中，超过一半授予了外国投资者，希望以此吸引国际投资，转向非石油领域进行投资，实现经济多元化。此次发行比2019年阿美石油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获得了更多国际投资需求。接下来，欧洲央行理事会成员霍尔茨曼称，进一步降息可能对欧元汇率和通胀产生更大影响。尽管他本周是加息反对者，但对周4的降息决定尚未感到担忧。最后为您播报的是，信贷逾期欠款达到10年来最高，35岁以下人群还款困难，90天以上逾期，也就是严重的逾期欠款份额，在2024年第一季度上升至 10.7%， 而1年前仅为 8.2%。专家建议，逾期或面临逾期风险的人士寻求非营利性信贷顾问咨询，并直接与债权人协商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